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 TT， 家里目前有3只猫，年龄最大的猫猫今年已经20岁了。之前的视频中，很多网友评论和私信我，希望我能分享一下养出长寿猫猫的方法。先介绍一下大咪吧，大咪是2003年来我家的，可惜已经找不到大咪小时候的照片了。大咪刚来我家时，大概3个月左右，我妈在电梯里遇到，就捡了回来。大咪的体质一直都比较好，即便已是20岁高龄，偶尔还是会在家跑酷，从小到大也很少生病。其实，在照顾猫咪们这件事情上，我爸妈比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，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一下我们一家是如何照顾猫咪的吧。不过请注意，这个视频仅作为分享，方法不一定正确，也不构成任何建议。有基础病的猫猫或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，最好还是咨询医生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吧。第一点，饮食。大咪一直以来都是吃皇家的猫粮，虽然很多人说皇家不好，但我家的大咪小咪从小吃到大，一直没有出过问题。前几年试过渴望式内和百利无骨鸡，渴望式内还可以，但价格比较高。百利因为蛋白质含量太高，不易消化，不适合老年猫。大咪在吃百利那段时间，总是因为消化不良而生病，所以最后还是换回了皇家。除了猫粮以外，还会给猫猫们吃新鲜的水煮虾。大咪超爱吃水煮虾，我妈每天最少会给它吃2次，一次1到2只，大咪会连汤一起喝掉。不过我咨询过医生，他是不建议猫咪吃虾的。虽然是优质蛋白，但磷含量太高了，对肾不好。可是大咪真的太爱虾了，每天睡醒就是在等虾，它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吃虾。所以权衡后，还是继续给它吃了。毕竟这么多年，它的身体也没出现什么问题。而且保持好心情，也许对它的身体也有好处吧。至于零食和罐头，我们平时不会给大咪吃，它也不是很爱吃，个人认为还是吃一些新鲜天然的食物比较好。保健品我们也是这2年才给大咪吃的，主要是维生素、鱼油、辅酶 Q10，不过也是想起来了才喂，可能1周就1、2次吧。第2点，陪伴。家里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在，我之前因为要上学，经常不在家，但我的父母以前是居家办公，加上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所以一直以来家里基本上每天都是有人在的。如果要外出过夜，也会安排人每天回家喂猫和看看猫咪的情况。如果大家实在没时间，也尽量不让猫咪独自在家超过2天。逢年过节回老家超过2天的话，我们会把猫咪一起带去。老年猫还是挺容易有分离焦虑的，大咪以前独自在家是无所谓的，但这2年明显感觉到它变得非常依赖我们。经常翻看监控发现，如果家里没人，它就会蹲在门口大叫很久，叫到嗓子都哑了。不过说这些也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每个人情况不同，大家工作、生活都很忙，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陪伴就好。第3点，身体检查。首先，我非常认同定期体检的必要性，但是我们不会经常带大咪去做体检，一些小毛病都会在家喂药解决。大多数时候都是用人用的药，先百度看看是否适合宠物，再按猫咪体重控制好剂量即可。只有在发现它们情绪和状态不对劲，而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时，才会带去医院。这点建议大家不要学我，定期体检肯定是有必要的。我会这样做，主要是有3个原因。1，我们家养猫狗20多年了，对于猫咪一些小问题，我们有经验和能力自己解决，没必要总是带去医院。2，大咪胆子非常小，他小时候没有做社会化训练，所以他特别害怕出门，很容易应激。同时，医生说他的心脏不太好，要尽量让他保持心情平和，不要太激动。3，
我们没有遇到靠谱的宠物医院。比如说，去年带大咪去医院检查，护士把大咪带进房间剃毛、做 B 超，我在门外就一直听到他大叫了半小时。后来我进去问他们还要多久，才发现他们根本还没开始检查，而是把大咪独自放在房间的角落，任由他大叫。我就问护士还要多久，护士说还要再等半小时。所以，假如我不问，或是我等待的地方听不到操作间里的动静，那他们就会继续任由猫咪在那害怕大叫。然后我要求先把大咪抱出来，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吓到尿了自己一身。最无语的是，那次还误诊了，差点就吃错药。另外，我家之前养过4只狗，也算是宠物医院的常客了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以前的宠物医院真的是鱼龙混杂，整天忽悠你做各种检查，各种误诊开错药，我们都有心理阴影了。所以，如果有在深圳罗湖或福田的朋友，知道靠谱的宠物医院，也希望您能分享给我。第4点，减少掌控欲。只要不拆家，老年猫爱做什么就让它做什么，它爱去哪玩就去哪玩，爱在哪睡就在哪睡。猫粮自助管够，它自己什么时候饿了就自己去吃。大咪不喜欢肢体接触，那我就少碰它，少抱它。大咪不喜欢见陌生人，不喜欢被人撸，所以我会婉拒想要来我家撸猫的朋友们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给足它自由。总之，任何你的猫猫表现出不喜欢或是很抗拒的事情，可以评估一下是否必要，如果不必要就避免。第5点，少洗澡。大部分猫都怕水，大咪洗澡特别容易应激。其实猫很爱干净，它们也有自洁能力。家养的猫一辈子不洗澡都没事的，所以尽量在自己能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减少洗澡频率。我一般3个月洗一次。第6点，不要有养猫焦虑症。不要完全相信一些自媒体和营销号，一些博主会为了流量和带货制造焦虑。也不要轻易的被一些极端爱猫人士 PUA。经常看到有人说教和谴责养猫人买的猫粮不好，要求别人一定要喂一些高价的进口粮，一定要怎样怎样才是爱猫。这种话不用听。对流浪动物来说，你能给它一个家，善待它，让它吃饱饭，已经足够了。不要勉强和过分要求自己。穷有穷养，富有富养，包括我说的这些，你做不到也没关系。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猫模式，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照顾好自己的猫猫就好了。减少对猫咪的关注，不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带去医院，只要吃喝拉撒正常就行，1顿2顿不想吃饭也正常。猫跟人一样都有胃口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些小问题、小毛病，相信猫咪是有能力自我调节的，不要过度操心，你累，猫咪也累。今天先从这6个点分享我的养猫心得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有问题可以留言评论区，我会尽力解答。最后，祝大家的猫咪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